第1099章青海。出现在雾护法视线之内的萧炎，满脸的森然狰狞，甚至在其嘴角也是隐隐有着许些血迹，浑身衣衫破烂，看上去倒也是略微有些狼狈。显然先前那火焰风暴的席卷也是令得他受了一点伤，当然这点伤若是与天蛇三人比起来的话，又是只能说不值一提。雾护法的身体在那森然声音中僵硬而下，脸色变得煞白了许多。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按在后颈处的手掌之内正酝酿着一股凶悍劲力，只要萧炎心头杀意一起，那么恐怕他当场便是得陨落在其手中。萧炎左手抹去嘴角的那丝血迹，目光不含丝毫情感地盯着面前的雾护法，这个当年在加玛帝国云岚山大展凶威，并且当着他的面将要老抓捕而走的魂殿护法，在时隔几年之后，终于是以一种最为狼狈的下场落在了他的手中。当年你可曾想到你会有今日结局？萧炎咧嘴一笑，然而笑容却是阴森冰冷，那般轻声令得雾护法心头泛起许些寒意。你若杀了我，魂殿必让你在中州难以存活。你要清楚，我魂殿可不是冰河谷。强忍着心头的那股寒意，雾护法硬着嘴沉声威胁道。萧炎眼睛轻瞥，却是淡淡一笑。听得这道笑声，雾护法心头猛地泛起一股不安，然而还不待他挣脱，一股炽热的无形火焰便是自萧炎掌心中涌出，然后飞速将其包裹而尽。啊！无形火焰一接触到雾护法的身体，后者便是猛地发出一道凄厉惨叫声，陨落心炎那种特殊的灼伤灵魂之效，对于如今没有了那诡异黑雾保护的雾护法来说，简直就是最痛苦的刑罚。凄厉的惨叫声在天际响彻着，然后传遍邺城，令得无数人皆是暗自咽了一口唾沫。对于雾护法的凄厉惨叫声，萧炎犹若未闻，目光冷漠地望着他在火焰之中越来越萎靡，待得其灵魂即将消散时，方才屈指一弹，将火焰吸入身体之内。而此刻的雾护法却是耷拉着脑袋，气息虚弱之极，灵魂深处传来的阵阵灼痛之感，令得他身体忍不住轻轻抽搐着。很痛苦。萧炎望着那极度萎靡的雾护法，抓着其脖子的手掌却是越来越用力，年轻的脸庞上再度涌上许些狰狞之色。老师在魂殿所受之苦，恐怕不及这万一，所以即便是将让你魂飞魄散，也是理所应当之事。雾护法身体一阵抽搐，经过陨落心炎的这番煅烧，他已经连说话的力气都是不曾具备，张了张嘴，却是没有什么声音传出来。若说他心中此刻的情绪，便是一种后悔。这种后悔，并非是为何要出手将要陈情回，而是在当年居然没有事先将萧炎一巴掌捏死。那时候的萧炎，在他眼中便是蝼蚁般的存在，一巴掌下去，便是能够轻易取其性命。但可惜，世上并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吃，当年所种的因，方才有了如今的果。啪啪！清脆的拍掌声突然的在天空上响起，萧炎目光顺着声音望去，却是见到一脸笑容的天火尊者，以及其对面面色阴沉的天双子。没想到这一次连老夫都是走眼了。天双子目光阴沉地盯着萧炎，缓缓地道。萧炎看了天双子一眼，刚欲说话，体内却是传来了阵阵虚弱之感。他心知天火三玄变的时限已经到了，迅速地从纳戒中取出几枚回复斗气的丹药，然后塞进嘴中。萧炎那苍白的脸色这才略微好了一些。你能以2星斗宗实力击败天蛇三人，的确是出乎了老夫的意外，但可惜此次我冰河谷不会再容许任何的失误。天双子淡淡的道。听得此话，萧炎眼眸微眯，心神一动，那不远处的地妖魁便是闪电掠来，然后护在其身旁。此刻他的状态逐渐虚弱，若是再出现强敌的话，怕就是真有些难以预料了。不用出言吓唬小辈，你今日动不了手。天火尊者抬了抬眼，然后目光转向萧炎，道：你先去略作歇息，此人交给我。闻言，萧炎微微点头，目光警戒地盯着天双子。此刻他的状态已经不再适合动手，若是这老家伙对他出手的话，恐怕他不会是其五合之将。歇歇，真当我魂殿的人是可随意擒拿的？就在萧炎身形刚退之时，一道淡漠的声音
却是犹如惊雷般缓缓地在天际响彻而起，令得无数人猛地一惊。随着这道淡漠声音响起，只见得那笼罩着邺城周遭天地的寒气屏障突然剧烈地波荡了起来，旋即寒气被生生撕裂而开，铺天盖地的黑雾暴涌而进，然后在无数道惊骇目光中盘旋天际。黑雾涌现，片刻后终于是徐徐淡去，露出10道身影。这10道身影气息皆是不弱，特别是在其首位处是一名身着黑袍的蓝发老者。此人身体周身没有半点的能量泄溢，但在其出现的那一刹，这片天地的空间顿时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魂殿斗尊，这10人刚刚出现，邺城之内便是猛地爆发出一阵阵惊哗声，不少人皆是一脸的呆滞。今日这邺城可真算是热闹至极啊！平日难得一见的强者，居然接二连三的露面。在这一行人现身时，萧炎后退的身形也是陡然僵硬，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没想到魂殿的人居然是在这个时候赶来了。天火尊者的脸色也同样是在此刻微微一变，其目光死死地盯着那蓝发老者。别人或许感受不到其气息，但他却是能够极为清楚地察觉到，此人实力比起面前天双子还要强，恐怕都是达到了2星斗尊的层次。今日情况越来越不妙了呀！与萧炎、天火尊者2人阴沉的脸色相比，那天双子此刻的脸庞上却是露出一抹笑容，瞥了一眼天火尊者的脸色，心头不由得有些畅快，对着那蓝发老者所处的方位拱了拱手，笑道：哼，原来是青海尊者，没想到此次竟然将你这尊大人物给惊动了出来。天双子，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被称为青海的蓝发老者也是冲着天双子一拱手，淡笑道：不过是接到了紧急传信而已，本尊正好带人在执行任务，接到传信，好奇下便是赶了过来。青海尊老，快出手将这萧炎擒下，他是店主指明要擒住之人。在青海等人出现时，那被萧炎抓在手中的雾护法也是犹如回光返照般嘶哑的低吼声，拼尽全力地从其喉咙间给喊了出来。萧炎眼神一寒，无形火焰暴涌而出，直接是将雾护法尽数包裹，然后从那戒中取出玉瓶，在其凄厉的惨叫声中一把塞入玉瓶，手指一抹瓶口，便是形成一层薄薄的火焰封印。做完这些，萧炎方才将玉瓶丢入那戒，目光冰冷地望着远处的青海等人。见到萧炎居然当着自己的面将雾护法封印，青海浑浊的双眼也是微微一眯，目露许些诧异地盯着前者，道：你便是那个萧炎？对于他的问话，萧炎却是并未回答，脚掌一移，然后便是一道地妖魁身后。哼，没想到被魂殿盯上，你竟然还敢如此招摇，胆识倒还真是不错。见萧炎不回答，青海反而是一笑，摇了摇头，有些懒散的道：将那家伙放出来吧，你也跟本尊去魂殿走一趟吧。听得青海此话，天火尊者脸色一沉，身形刚欲有所行动，面前的天双子便是如影随形般的紧随而来，将之紧紧地牵扯住。滚开！天火尊者面色阴沉，冷喝道：哼，你若是有那本事的话，我倒是并不介意。天双子淡淡一笑，然后对着青海道：青海尊者，此人也是萧炎同党，不过交给老夫便好，你安心将那小子擒拿便可。青海浑浊的目光在天火尊者身上扫了扫，眼中也是掠过一抹诧异，旋即点了点头，笑道：既然如此，那便有劳了，等将萧炎擒获，本尊便来助你一力。天双子含笑点头，望着对面脸色越发阴沉的天火尊者，眼中也是掠过许些森然笑容。青海将目光从天火尊者身上收回，然后转向脸色冰冷的萧炎，微微一笑，然后脚掌轻踏虚空，而其面前的空间也是迅速扭曲起来。见到青海此举，萧炎脸色也是微变，身形暴退，而在身形暴退间，其眼中也是闪烁起了疯狂之色。萧炎身形刚退，其面前空间便是一阵扭曲，旋即青海尊者的身形浮现而出，干枯的手掌对着其一抓，萧炎周身空间瞬间凝固，直接是将其定在了天空上。对于这凝固的空间，若是萧炎全盛状态，自然可以挣脱，但此刻在施展了天火三玄变后，已是最为虚弱之刻，
又是如何能够挣脱？小家伙，武魂殿要的人没有得不到的。青海脸带笑容，踏着虚空缓缓地走向萧炎，然后在其面前停下，手掌伸出，直接对着后者天灵盖抓去。望着那越来越近的手掌，萧炎眼中疯狂之色也是越来越浓，体内几种异火开始迅速交融。就在青海手掌即将落在萧炎天灵盖上时，那周围凝固的空间突然爆裂而开，一股更加磅礴的空间之力闪电般的扩散而出，连青海的身体都是在此刻出现了一滞。空间凝固，一道优雅白衣倩影缓缓地在无数道目光中出现在萧炎面前，一道冰冷彻骨的清冷声音在这片天地响彻而起：伤了他，你便死。